就叫我望天吧。笑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叫一个树的名字啊？望天多好呀，能长到70-80米，谁都不能挡它的光。这样以后你听到望天就能想到我，就能想到我们在这儿的日子。那我就叫金环。金环是什么？金环蛇，这片林子里最毒的蛇。为什么要叫一条蛇的名字？守着望天树啊，谁来砍树，我就咬谁。姐，你来啦。进。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？最近太累了，方队让我们休息一天。姐，这能喝吗？当然，我给你拿杯子。案子破了？没破。五金店那个王学华不是被你们打死了吗？他死了，这案子不就破了吗？我们没有打死他，他是自杀的。我还记得我送你上警校，我真觉得那是我做过最英明的决定。韩晶，你是个好警察，你一定会破这个案子。你知道我脑子里现在都有一个画面，你站在那个台上，所有人为你鼓掌，接受了荣誉，向大家敬礼。我知道你为了这一切失去了所有，你爸、你妈、你师傅，还有钟伟。要是能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。说能吗？不能，他们都回不来了。姐，还有酒吗？我去拿。
世界上这么多人，只有我们2个人，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。你在乎的不是那些荣誉，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钟伟，你师父，也许还有我。我真的会死在你前面，你信吗？来，亲爱的妹妹，我最亲爱的妹妹。姐，我只有你了。是我害死了爸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回来那天，是我要爸在高速公路上停车，我就是不想他接你回来，所以你到医院的时候，我想跟你说实话，但是我不敢，我怕你恨我，我怕你不要我，因为我知道那时候爸爸都死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任性让你停车的，是我的错，都怪我。爸，对不起，你快醒醒吧，以后我会跟姐姐好好相处的。爸，你醒醒呀，爸，爸。过去了那么多年，我们都已经老了，真相还重要吗？这么多年了，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胸口，我都喘不过气来。每次你在我面前忏悔，我都特别的内疚，我特别想跟你说真话，但是我不敢。每次你在坟前，你都会跟爸忏悔，你说是你害死了他们，是你害我没了爸妈。其实不是这样，我错了，姐，真的错。你说的对，先是爸妈，然后再是师父钟伟，所有人，他们都离开我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对不起，姐。还有我。姐，你不要走，我就剩下你了。那天第一次叫我姐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这个讨厌的妹妹太可怜了，比我还要可怜。至少我还有妈，虽然她疯疯癫癫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好想他们。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？忘掉所有的一切，你不是警察，我也不再是现在这个我。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就重新开始，重新生活，做一回姐妹，好好的，可不可以？所有都没有发生过。答应我吧。好。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就重新开始，重新生活，做一回姐妹。姐，哎呀，你醒啦？是不是我把你吵醒的？没有，我自己醒的。你先坐。不用，你坐。我记得你以前特别爱吃香菇。来，先把这个喝了。好久都没做饭了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想好了，
咱们去大理吧。去大理干什么？昨晚不说好了吗？我们离开这儿，重新开始。我得再想想。我真认了警察的工作，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。我不像你，从小有魄力，会做生意。你那时候书都不念了，就跑去外地做生意了。对，我记得那年的夏天特别热。走之前我回过一次家，你还记得吗？回来了。听爸说你要出去打工啦？嗯。去哪儿啊？去荣都。哦，远吗？要坐1天1夜的火车。那挺远的，还回来吗？不回来了。那挺好的。我那时候真讨厌。可不是。你不是一个人去的吧？跟男朋友？没有男朋友，跟一个老乡。谁呀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，是我妈那边老家的一个亲戚。我记得你去荣都之后，爸就经常在家里念叨，说你放着好好的书不念，怎么跑去外地做生意去了？那时候你还太小了，可能都没印象。我每次跟爸要学费的时候，爸都会跟阿姨大吵一架。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拖累。世界这么大，我完全可以赚钱养活我自己。所以我就跟着那个亲戚去了荣都，想靠着自己的双手赚钱。峰哥，哎，有个郑老板要来取点货，你帮我把货款收了，把货给他。什么货呀？文哥，我干不了这个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习惯，时间长了也就好了。可是这是在害人。是，但是也能赚大钱。女孩子也可以靠自己创造一片天地，没有胡子也可以当国王。他给了我人生的方向，带我长大。慢慢的，我就开始跟他学习做生意。做什么生意啊？卖建材。他教我如何与客户谈判周旋。很快我就能独当一面。之后生意越做越好，我们就在鸿门楼的建材市场开了一个门面，他让我过去管理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建材市场。他说想去国外发展，就去了新加坡，让我跟他去，我没答应。我不想放弃手里的生意，所以他就一个人走了。要货找军民吞，赶快住！到了新加坡，他的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。后来，再听到他的消息，就是他从新加坡又去了北美，后来在那边去世了。啊？怎么了？癌症。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到了癌症晚期。他怕我们担心，一个人安排好了所有的后事。临终前，他嘱托我，以后他的人生路，我来替他走完。那你呢？你怎么会做起茶叶生意的？那时候确实没有想好干什么。我想，如果回来的话，
又要从头开始。荣都我还比较熟，就待了一段时间，那边茶楼特别多，生意都好。我一落脚就开始打听市场，想找个地儿进货。我一直想证明，靠我自己，我照样能把生意做好。那边的人都爱喝茶，茶楼生意兴隆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就找了一个茶楼，开始打工。之后跟老板混成了好朋友，他教了我很多开茶楼的经验。之后我就去了云安。云安？云安哪儿啊？富尔，听说过吗？没有。我刚听说云安有个叫勐拉的地方。那个死了的五金店老板王学华，好像跟那儿有点关系。我们正在查。姐，你刚说你去云安哪儿？富尔。富尔。富尔盛产古树红茶。我到了当地，看上一家茶农，跟他谈代理，他觉得我太小了，没经验，不肯给我。我在那儿就赖在他们家，收茶、炒茶，忙活了整整的一个茶季，他才答应把这个代理给我。不给。唐文呢？被抓了，以后我来负责。有了他这个供货商，我就踏实了，我就回来了，开了现在这个茶楼，一点一点做到现在。太不容易了。干什么容易啊？你当警察也一样，付出了那么多代价。所以我们昨天说好的，离开这个地方，重新开始，还算数吗？等我把这个案子彻底了结了。好，等你消息。我叫韩青，市局刑侦支队的。照片上的人是你吗？妹子，你哪儿弄来的？
边上的人呢？是你女朋友吗？怎么了？你对她有兴趣？她是我姐。你姐？跟我说说吧。你跟我姐是怎么回事？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，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？你跟我姐好过？啊，算是吧，但是没多久，鲜花不能老插在牛粪上，你说是吧？你那时候认识陈斌吗？认识，我们俩那会儿一块看场。这么说，我姐也认识陈斌了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你跟我姐分开，是因为陈斌吗？那是我跟你姐之间的问题，有没有她都得分。那就是有关系了。你说有就有吧。我姐是不是跟陈斌好过？陈斌追过她，但没成。为什么？你姐那人你还不知道，那么要强，她不可能看上我跟陈斌这样的小混混。跟我们处了没多久吧，她就颠了，后来也没再联系，好像是去外地学做生意去了。学做什么生意？那不知道。陈斌知道吗？不清楚，我从来不打听跟我没关系的事。你知道红桃 K 吗？谁呀？跟我有关系吗？陈斌啊，这是他在贩毒圈里的绰号啊。陈斌，他叫红桃 K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我冲他这个桃花命，这名字还挺配啊。红桃 K。来了。哎，来啦！阿姨在房间里。哎，姐。喂，你说。蒙巴州公安局98年抓获了一个叫唐文的泗水籍大毒枭，这人99年就被枪毙了。卷宗里提到他有一男一女2个跟他时间比较长的马仔，其中男的叫华子，就是王学华的华。只有一个名字吗？其他信息呢？其他没提啊，卷宗里提到关于马仔的就这一句。不过听这边局里老同志说，唐文以前经常在蒙拉、蒙哈和景霍的一带边境活动。我现在准备过去查一下。你把唐文的相关资料发给我。我已经发你了。好，我先挂了。